我们就继续来往下看来看我们的5.2。那5.2的话，终于要来讲这个很重要的 Big Propagation Learning Algorithm 那它呢，非常的这个有它的一个深度它几乎也都是微积分的一个表现而已。但是把微积分的那个数学的那个辗转的那个反复的这个导到里头来的话，很多同学就没有耐心或者说我们看的资料呢不够仔细所以很多的课本写的不是很好。那我就花一点力量把它整个再重新认真把它这个诠释跟撰写过那同学因为这边是非常重要，因此我录影很可能大概顶多花个20分钟左右或时间或长或短。那你的话可能要再花几个小时认真看这一段，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学习类神网络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单元好，那我们就开始来看了那还是老样子，把这些符号全部再重新反复的这个不厌其烦的再用更精辟写法。比如说我这里的话有一个 S0 S1 S2 跟这个我 S0 这个是 S0 S1 S2 S3 有4层的 neural network 那再把符号重新再看一遍，关键就 feed forward computing 就说 A0 那习惯性会把怎么样，会把 P 当作 A0 就是等于是这个莫名其妙的一层进来的什么，把它当作它 A0 当作 output 等于是前一层的 output 准备当作这一层的 input 这样所以呢 A1 所以我就这边就写着的因为在书里面就很头痛就是说硬要把 input 也当作一个 layer。那这样的话我们第一个的话就第一个真正有做计算能力的这一层的话就变成第二个 layer 所以 the input of the second layer 等于 A0， 就说等于是喂给这一层的 input 的话是上一层的 output 就是我们的 A0 A0 就是我们的 P。 那这个没有办法因为一般我们在撰写系统或者写作系统的时候，希望的观念是有一致性的一致性，所以它设计成这个样子好，那这样的话等于 A2。 好，你看 A2 在我们的第二层，这个是刚刚看到是 A1 有没有？我看到那这是我们的 A2 有没有？那 A2 的话没有问题好，所以 A2 的话它的 input 怎么样就是 A1 就是它的 input。 那这个符号就是一定要搞清楚所以我在设计的时候我就还是不厌其烦把这整个东西重新呈现一次那其实是一直在重视它的表现这个记得我们 computer 在programming 或做一些设计不外乎就是把它表现得非常好。那表现好之后呢开始来看它的那个 computing 的一个 power， 所以这个都没有问题所以如此类推你可以看到的input of 什么样呢这个等于是这个第3层的一个，那这个已经变成第4层了，这个变成第1层、第2层、第3层、第4层。所以这一层的话等于是呢第4层的 input 就是什么，就等于 A2， 所以有点绕口但是没办法课本还不知道这个领域都是这样的一个撰写，我们就 follow 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写法来把符号整个把它弄清楚讲明白这样好，所以这个就没什么太大问题好，所以呢所以最后这一层就是我们的 output layer 所以这是我们的 output layer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相关这些符号这些表现方式同学就把它记清楚那如果不清楚就回去再看看我后面的 reference 那本那个原文书那它会写的比较有时候会写的很简洁这个是比较麻烦如果看不懂的话再多盯个几眼那甚至有一些作业后续我会在这一个摩克斯的网站上设计一些作业给各位那各位透过作业的话就慢慢把这个符号全部都把它弄清楚这样好，那这样没问题的话呢我就为什么叫 M+1 层，因为啰里啰嗦真正我们有关我们的问题是 N 层，又多了一个 input 进来，所以就变 M+1 层的 feed forward network。 所以 general model 你可以看到就给你的它持续的计算一开始第0层其实我们就也可以把它讲第1层那第0层是第1层、第2层、第3层，如此类推到了什么第 M 层，所以呢 M+1 层，所以我们 input 的这一层干脆把它叫第0层，第1层、第2层到第 M 层因为作者已经把这个符号在这边那一般的书也是这么设计让整个的符号是一致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啊，这个看起来还是没办法哈。为了表现啊，我们还是必须认真把这些符号全部看清楚哈，这个很重要。那符号交代清楚以后呢，我们就准备怎么样进入我们的怎么样？好，所以这个就再重新讲一遍，就是说 the output of ith layer will be the input of 什么 i 加一的 layer， 就是说 i 加一层的输出就是什么 i 层的输出就是等于 i 加一层的什么输入。好，所以这个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哈。所以那这个最后一个记得最后这一层是我们的 physical output。好，因为我们这是属于 supervised learning 哈，所以一定要晓得它的 physical output 在哪里，然后还可以跟我们的那个什么 target 去做一个比较。好，所以这个几个符号哦，所以那原则上有时候很啰里啰嗦哦，这在打字或排版的时候就很啰里啰嗦。当我发现怎么样用一个黑体的 A 的话，代表是一个向量。好，所以这个没有办法，所以我一路在想办法能够把符号精简，可是精简到后来没办法，所以不得不再规范一些耶法三章的符号，然后让各位可以更清楚这个了解各种变化。但是有时候我们在写的时候这个不小心也不见得写成黑体字所以在很多比较传统的数学课，它才不管你黑不黑体你自己要晓得这个时候是向量就是向量，这个存量就是存量，你自己要有前后文的一个判断来决定它的一个长相那但是我们现在比较偏向 computer 的这些课本，就会比较重视这个整个表现的符号好，有这样的以后呢，我们赶快来看，那 review 我们的 LMS list mean square 这一个这个的一个演算法。那里面的 MSC 这个演算法就很清楚，有没有？很清楚所以的 performance function 就是我们造出我们的 performance function， 就是用什么样？就是用我们的那个什么，我们的 target 跟什么？跟我们的 physical output 去做它内积就是看它的 norm， 看的 norm 就是说它的 norm 的那个值的大小当做我们的 performance function 这样好，那这个 learning pair 这个前面就讲过很多 learning pair， 那再来我们 LMS 的演算法，那这个 LMS 演算法我要特别再帮各位同学再复习一遍就是记住一句话，我们就说，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什么？这是我们的 performance function， 用近似 performance function， 因为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不知道它的几率分布，所以我们就不会用期望值，我们就用这一个用近似的 MSE mean square error 来求那个 list mean square error 的这样的一个演算法，有没有？所以这个演算法里面就很清楚，就是说这是我们的 delta W 嘛，那 delta W 就记住一个观念就很好，我们叫做最负方向。比如说这个是向量，那它的最负方向是反方向，就是负号。比如这个向量 A， 那负 A 就是跟它差180度的反方向这样，所以你就把它记着什么样？记着说前面在前面第3章已经讲过了3、4章讲过那些很重要的观念有没有？就是这个是最负方向，就是说针对这一个 performance 方向的梯度你看这英文 the most negative direction 最负方向 of gradient of the performance function 这个有点绕口，是 performance function 的梯度的最负方向，就是把它微分以后取它的负方向，就那么简单，把它记起来就叫最负方向，就是说我们的 performance function 的梯度，因为你要求它即使要对它微分就是梯度，有没有？那个的什么负方向取一个负号就是最负方向，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方向的最反方向所以英文就写说 the most negative direction of the gradient of 什么 performance function就等于是最负方向这个没办法，因为他们就常喜欢用这样的一个名词所以我就帮各位再做一个简单的复习因为这样的各位就可以很清楚所以但是 up to now we only know how to update the single weight matrix， 就是我们 single layer 的一个什么一个矩阵，就是说这样的一个 learning 的一个演算法，所以我们要开始来推所以 therefore 怎么样 therefore 呢 we need to know how to adjust the weight matrix of multiple layers，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章最重要，所以这一章可能花多一点时间让各位来学习这样好，那 OK 我要这边就是我就把这个演算法放在这边，让各位可以随时参考。那我的标题叫 Revise the Gradients， 那刚刚已经讲过最负方向是 performance function 的梯度的负方向，有没有？ performance function 的梯度的负方向就是取负号，所以我再把它重新改写。那怎么改写呢？我要改写，因为关键是在这两个嘛，演算法关键在这两个，有没有？
那我改写它怎么改写？所以这个当初在1980几年的时候，他们是很聪明，他把它改写。那因为它是被传导嘛，因为人的结果这样送到最后一层，好，剩最后一层的 physical output 跟我的怎么样target 一比，发现不对，再改回来，往回改。他们观念就这么样一个简单，可是数学符号怎么表现？所以这个就有关了。你看，注意这个符号好，这个符号就变成说，你看，它就利用一个很简单的什么，很简单的这一个就是说这个是原来我们要的嘛，它就用一个很简单的怎样把它针对 n 微分，那它把它分开以后这个叫圈入利用圈入把它做一个微分。那圈入微分之后的话，你可以看到这是圈入有没有？好，微分以后，那微分以后这个也是一样，就是我用圈入因为这个 n 就是我们知道说，在送到 transfer function 之前的那些 summation 的值，就是我的 n 嘛，所以我们就开始针对这个结构好，这边是比较难一点然后呢，我们就给一个名字就说你注意啦，有没有？就把这个打红色，就这个符号新的出现，前面是辛辛苦苦的对 performance function 的梯度，就是针对 W 跟针对什么？跟对 B。现在竟然由谁来帮忙？用 n 来帮忙就增加，所以这个 n 就给它一个名词，准备给它一个名词是 where 开始来的 sensitivity 给它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它就叫 sensitivity 有没有？等于是这个 performance function 针对 n 的微分，那微分就是差嘛，对不对？就比如说我们什么叫做速度，就是对那个距离微分嘛。什么叫加速度？就是对速度微分嘛，就是那个差的意思，那个感觉的变化。所以它这个是 sensitivity 的意思，就是说它这种感觉变化量。好，所以 sensitivity about the different with respect to n， 就是我刚刚讲过的就是 sensitivity 呢，事实上就是关于怎么样这个的差 n 的变化的差值有没有？好，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哇来了，这边就相对的麻烦有没有？好，那我到底这个微分值会等于多少？关键就是最难，一般我们在刚开始学的时候比较难在这里。注意，当下这个是常数，有没有？那这个是第 m 层的第 i 颗 neuron summation 之后的 output， 所以等于是，那这个是等于是我们就等于是前面的怎么样？前面那一层的什么？那一层的 output 就等于这一层的 input， 所以真正跟它有关的什么 ？k 有关的是跟什么？跟 j。K 跑到什么 ？K 跑到 J， 所以最后微分的结果怎么样？就是说微分的结果之后怎么样？等于是 Wij 的时候才有用。那 Wij 有用，其他都无关的话，就等于常数微分等于0。所以呢，跟这个到了 K 的变化到了 K 到 J 的时候，微分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是这个值。注意我刚刚讲的观念这个回去再多揣摩一下，把它想一下这整个网络结构这样。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所以就特别写这里有没有？记住我们这个。就是他当初的 output 这个结果，它是从那个地方来的那个地方来的，所以你要记住它是第 i 颗 neuron第 i 颗 neuron 到第 j 颗 neuron 的一个变化。好，那这样的话呢 ，pay attention to 的什么 subindexing j and k 所以这个结果你可以看到，当我的怎么样，当我的这个 k 变成 j 的时候，才跟它有关。好，所以微分出来就是这个结果。那最难是拿在这一点的观念，同学要先清楚这样同样道理那这个也是一样，当 i 有关的时候，最后微分怎么样？就只有这个跟这个微分的结果只有那这个全部都无关，所以这个微分起来等于0，那这块微分等于1，等于1有没有所以这个地方是最难在这两个式子，所以这两个是要多定几眼，多想一下所以我花一点时间跟各位解释所以好了，所以好不容易他用圈入把它解成这样子，有没有？那解成这样，那这个又可以解决掉，不，这已经命名了啦，有没有？那这个可以把它算出来，所以最后带回来的结果变这个结果有没有？因为我用给你看这个结果的话1不见了嘛，乘1不见了有没有？所以这个式子多定2眼。那很巧妙的，他们当初怎么会设计成这个样子？这完全是他们那个当初研发的人他的一个巧思，所以他用圈入先解构，让它跟前后层产生关联因为它要跟前后层产生关联所以好了。那这样的观点，我们就来看看新的演算法出来的，基本上就等于我dk 加1次的，或者dk加110它这个就没问题，这个演算法你们都很清楚了。
那我把它带进去，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就刚刚前面的什么最负方向的值，它把它重新改写变成这个样子。所以的 output of m 减一层等于什么 input of the m day 这是刚刚已经讲过了嘿。所以就变新的，就是把刚刚的那个公式变成是 alpha sim aj。注意再回去看前一个投影片，它把原来的一层的结构把它改成这个样子。那关键来了，好，关键来了，好，这个矩阵表示是，好，这个矩阵表示那它是对的，好，这个我验证过好几次。那后面我也会验证给你们看，会验证给你们看哦。所以真正我们在写原状的时候，你还是记住套住这一块哈，这个脑袋瓜比较不会不会那个混乱哈。那这里的话就来了，问题就是说这个式子到底是什么东西？那其实就是前面已经讲过了嘛，这 sensitivity 就是我的 performance function 对 n 的怎么样的微分，就是这个式子哈。这个式子就是对 n1 微分 n2 微分到这个 n 的 sm 微分有没有？哇，好啰嗦，好啰嗦，我们看出来非常啰嗦这样嘿。好，所以这个符号全部在这里做清楚。那接下去就是 how to find sim， 就是这一些变化我怎么去，这个就是刚刚讲过说，这个就是很明显就是这个就是刚刚讲过 SMI 我怎么去找到这些东西，我怎么去找所以我们就来慢慢的把符号多盯几眼，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所以这个是这边最累的所以符号我就重新在这边给各位做一个复习。那又再做一次 chain rule， 刚刚已经做完 chain rule 变成新的演算法。那新的演算法我刚刚再讲一遍，因为它要跟前后 layer 产生关联，它不得不用 chain rule去跟前后的那些变数咬在一起。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它又来了，我直接用那个向量矩阵的方式来写。所以那这个时候你发现它就跟前后层有关，这个又是一个重点之一。那为什么那么聪明？那我们就只能先记起来，因为它为了要跟前后层有关联，就是说你要跟隔壁有关联，总是要去敲敲门嘛，跟他打招呼，不能坐在家里冥想，不可能嘛。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又开始做嵌入所以这个做嵌入针对那个 n 这 n 等于是后面那一层的 n 有没有？它就开始做结构。那这个刚刚已经定义了嘛？有没有？这已经定义，这就是什么？这个就是 m 加一层的什么 sensitivity 嘛？这个是 m 层的 sensitivity， 那 m 层的 sensitivity 竟然跟 n 加一层的 sensitivity 有关，又多了一个变数出来，多了一个数值出来。所以大路上在解构我们第一次读到这个 bit propagation 难在这里，但是没有关系，你也许花一个下午静下心来学，静下心来学。所以现在问题又来了，好，那所以这个式子它又来了，就是说，那这个式子竟然会等于这个式子，那这个是为什么这样子？我们就来推看的所以我先做一个结论，就是说，哇，等于说第 m 层我要做第 m 层的变化的时候，跟 ds 跟 m 加一层的 sensitivity 有关，也跟第 m 加一层的 weight 有关。哇，等于说我目前要看第 m 层的 update， 就要看后面那一层的相关的信息。那因为 bit propagation 是由后往前改，当我在看第 m 层的时候 ，m 加一层已经改好了，所以我第 m 层的那个更改的 data， 我就可以跟 m 加一层改过好的 data 来当做我的什么 knowledge， 当做我的一些资料来修改我的第 m 层。好，所以这个数学模式设计是非常的漂亮。好，所以 SM depends on SM 加一，也甚至 depends on 怎么样第 m 加一层的 weight。哇，好厉害 ！Where 来了？第一件事情要解决是这个式子，这个式子解决完了以后呢，就会得到这个数学公式。好，你看，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好了，所以你发现这样，那它对它微分有没有？那微分的结果发现很有意思就是说，原则上这些其他微分都什么都等于0，都没有用那这个当然你可以细节自己去猜一下自己去猜一下。所以最后只剩中间这一层，也就是说这些微分都没有用。那你可以把它展开这个展开来看一下，就可以知道说它并没有太大的我这样讲不太对，我待会再推，就是说我太快下结论，因为这边太复杂了。所以我就先从下面来推一次看看好了，我不要那么快，就说随便的怎么样，随便的这个第 i 这一层我来做一个就是说等于是第 i 个有没有？第 i 个对第 j 个的微分有没有？那这个是展开，
所以你看这个打字，我这个自己慢慢打的哈，这个他打，当然在打的时候，这个会静下心来哈，那个把那个符号厘清，对我也有很大帮忙。那这个是第 m+1 层怎样的送给 transfer function 之前的 summation， 就是这个式子，有没有？这个式子有没有？那你对它微分的话，还是那个老的问题，它跟第这一层有关，所以最后就只剩下这一个式子而已。那其他无关都等于0，就得到这个结果，有没有？就呼应我刚刚讲法没有错，这些都等于0，都等于0。那把这个值带进去呢，然后因为这个是第什么？这个是第 m+1 层的 weight， 有没有？好，那这个是第m 层的那个什么 transfer function 对 n 的什么微分，就整理起来就竟然变这个式子，就把这个式子带进去，其他都等于0，那中间只剩这一排，有没有？剩这一排就等于 i 等于 j， 就所以等于是1122这样一直往下带。那带了以后呢，再把它整理一下，就变成这个数学式子，很巧妙，就是说把这个式子往回带，那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果。好，那我在排版的时候确实是很辛苦哦，这个为了把它排的要干净利落，所以最后呢就变成这样，就变成这个数学符号。那因为现在很多 computer science 的 people 都不修谱物，谱物里面就会把这个当做 dot， 会当做一个点，所以这个式他就把它当一个 dot。好，这就是说一个好，这 f 的话怎么样？好，这个 partial 一个 n， 他们喜欢会把它带个 dot， 好，就我记得我第一次读谱物的课本里面就是这么写法，比较偏向工整的符号，所以最后这整个式子都有什么 f 呢带一个点 dot， 所以这个投影片的话，再多盯两眼，有没有？哇，结构好，所以 Sn 结构完了以后呢，你可以看到，所以等于是 n 的话，你看我就特别跟你讲 n 什么第 m 层的这个 nj 的话 depends on 怎么样 ai， 好 aim， 所以呢其他都把它当作是无关的嘿。好，那这样的我们的策略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已经全都知道了，这个符号都知道了，所以从第 Sm+1 层到 S 层，好，这个知道了有没有看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的种种变化有没有？种种变化我都已经知道了，所以你看这个都知道了，有没有都知道了，来求怎么样？求第 m 层，所以这个 backpropagation 就这样来的哈。好，那这样的话，你看哇，这些符号，那我刚刚讲的 dot， 我这种写 dot 出来的，有没有 dot 写出来了？没有，都写出来的哈。所以这个在排版的时候，这个确实很麻烦。那完了以后呢，我就可以怎么样？由第大 m 层来求这个 m-1 层，如此类推求到 S1 层。所以这个所以 the backward the backward computing initiated from 什么 upper layer， 所以从这里开始，我们看到有趣哈。所以虽然是有点复杂哈，这一节的话，其实我是集中很多精力花很多天把它整个重新排版哈。所以各位还是很值得各位认真慢慢细思哈。那录影的时间可能长一点点哈，所以你还是要花一点力量。所以我们就来算，那这个可是，SM 层是 output 层啊，它没有什么，它没有那个在后面的一层，说怎么办？说我们来算算看，好，那怎么算？来推导，那这个还是一样，这个 sensitivity 这个式子我们看出来带进去，怎么那么巧妙变成这样的？有没有？这个就刚刚讲过，跟它有关的，怎么只有 I 嘛？所以只剩下这个结果，哇，很巧妙，漂亮，好，这多讲几次。那你会觉得很烦，但是我说漂亮以后，你就要多看几眼嘿。好，那这个所以你看 the physical output at the m layer， 所以这个是 physical output， 有没有？那这个是 target， 好，这 target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所以我们最后你可以看到那中间你看这个式子，这个是在对它怎么样做一次分析，有没有？所以做一次分析，所以最后结果你看这个结果是什么？这个结果是 transfer function n 丢进去，经过 transfer function 做完就变成 a， 所以太漂亮了，所以整个式子，所以 here 你看 ai 等 ai 的 m 就等于它是 physical output， 好，所以那这个再把它带回去，整个再把这个解开，整个数学式子全部都解开了，有没有？所以 SIM 也出来了，那 SIM 出来，那如果说把它变成怎样，就直接变成什么？直接变成这个一个矩阵，就变这个式子，好，变成这个式子，我们看到，好，所以就最后结果变这个式子，所以它跟所以最后的一个 sensitivity。
数学公式在这里，有没有？所以这个符号把它带回来就变这个式子哈，所以你们就多看2眼，所以最后就变这个结果。所以很辛苦的数学公式，非常辛苦的数学公式呢，到此的话就怎么样？全部都已经结束哈，就是说 finally SM can be computed based on known value， 就是说它可以用已经知道的值就直接计算了哈，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啊，所以最后的结果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的 SM 就等于这个数学公式。好，那好了，所以我们就来做一个最后的整理。First, we compute the upper layer， 算这一层，然后呢，把它的演算法算出来，算出来呢，好，再来算它的 hidden layer， 有没有？因为这个就给它从后面给它，有没有看到？就把公式给算出来，这个算出来，有没有？所以我们就从m 减1层往回算，有没有？哇，好辛苦，好辛苦，有没有？这边是见人辛苦哈。那以前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没有老师讲的话，你自己看好多天你看不懂这样。那我现在短短的，我发现我录了20几分钟，有没有？各位已经非常的容易把这个 paper 给你弄懂，但是你第一次学习还是要花很长时间去把所有的符号弄懂这样哈。那后面我会再举一些例子，会再举个至少2个结构跟各位再诠释这些符号演算法的使用这样哈。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哈。好。那我们这一节呢，就先讲到这边。